三、阴阳学说在中医学中的应用。一、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。人体一切组织结构，既是有机联系的，又可以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两部分。素问：夫言人之阴阳，则外为阳，内为阴；言人身之阴阳，则背为阳，腹为阴；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，则脏者为阴，腑者为阳，肝心脾肺肾。五脏皆为阴，胆胃、大肠、小肠、膀胱、三焦六腑皆为阳。人体脏腑组织的阴阳属性，就大致部位来说，上部为阳，下部为阴。体表属阳，体内属阴。就其背腹四肢内外侧来说，则背属阳，腹属阴。四肢外侧为阳，四肢内侧为阴。以脏腑来分，五脏属里，藏精气而不泄，故为阴；六腑属表，传化物而不藏，故为阳。五脏之中，又各有阴阳所属，即心肺属于上部胸腔属阳，肝脾肾于下部腹腔属阴。总之，人体组织结构的上下、内外、表里、前后各部分之间，以及内脏之间，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。二、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。人体的生理活动是以物质为基础的，没有物质的运动，就无以产生生理功能，而生理活动的结果，又不断促进着物质的新陈代谢。以功能与物质相对而言，即功能属于阳，物质属于阴。人体功能与物质的关系，也就是阴阳相互依存、相互消长的关系。如果阴阳不能相互为用而分离，人的生命就终止了。所以素问：阴平阳密，精神乃至；阴阳离绝，精气乃绝。三、说明人体的病理变化。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到正气、邪气两个方面。正气是指整个机体的结构与功能，包括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；邪气泛指各种致病的因素。人的正气与致病因素、邪气，它们的相互作用、互相斗争的情况，都可以用阴阳来概括说明。正气包括阴液与阳气两个部分，病邪有阴邪、阳邪之分。疾病的发生多为邪正斗争的过程，其结果是阴阳失去相对平衡，出现偏盛或偏衰的结果。一、阴阳偏盛，即是阴盛、阳盛，属于阴或阳任何一方高于正常水平结果。素问指出，阴盛则阳病，阳盛则阴病；阳盛则热，阴盛则寒；阳盛则热，阳盛则阴病。阳盛是指阳邪治病，是阳的绝对抗盛；阳长则阴消，阳偏盛必然要导致伤阴，故说阳盛则阴病。阴盛则寒，阴盛则阳病。阴盛是指阴邪治病，是阴的绝对偏盛；阴长则阳消，阴偏盛必然要导致阳衰，故说阴盛则阳病。二、阴阳偏衰，即阴虚、阳虚，属于阴或阳任何一方低于正常水平。素问指出，阳虚则外寒，阴虚则内热。阳虚则寒，阳虚是人体的阳气虚损，阳虚不能制约阴，则因相对的偏盛而出现的寒象。阴虚则热，阴虚是人体的阴液不足，阴虚不能制约阳，则阳相对的偏亢而出现的热象。
阳盛则热，阴盛则寒；阳虚则寒，阴虚则热，是中医学病机总纲。阳损及阴，阴损及阳，阴阳俱损。根据阴阳互根原理，阴阳任何一方虚损到一定程度，常可导致对方的不足。由于阳气虚弱而累及阴经的化生不足，即是所谓阳损及阴；或由于阴经亏损累及阳气的生化无源，阴损及阳，以致最后出现阴阳两虚，都是常见的病理变化。3. 阴阳的转化。人体由于阴阳失调而出现的病理表现，还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，各自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，即阳症可以转化为阴症，阴症可以转化为阳症。素问所谓重寒则热，重热则寒，重阴必阳，重阳必阴。4. 用于疾病的诊断。素问曰：善诊者，察色按脉，先别阴阳。辨证方面，虽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，但八纲中又以阴阳作为总纲，表实热属阳，里虚寒属阴，八纲就是以阴阳作为总纲的。阴阳大则可以概括整个病症是属阴症属阳症，小则可分析四诊中一个。具体脉症，例如声息的阴阳，观察呼吸气息的动态，听其发出的声言，可以区别病情的阴阳属性。语声高亢洪亮，多言而躁动者，多属实，属热，为阳；语声低微无力，少言而沉静者，多属虚，属寒，为阴。脉象分阴阳，以部位分，则寸为阳，尺为阴；以质数分，则数者为阳，尺者为阴；以形态分，则幅大红滑为阳，沉小细涩为阴。总之，无论望闻问切四诊，都以分别阴阳守物。只有掌握住阴阳的属性，才能在辩证中正确的区别阴阳。5. 用于疾病的治疗。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阴阳失调，因此调整阴阳，补其不足，泻其有余，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，就是治疗的基本原则。阴阳学说用以指导疾病的治疗，一是确定治疗原则，二是归纳药物的性能。1. 确定治疗原则。阴阳偏盛的原则。阴阳偏盛，即阴或阳的过盛有余，为有余之症。由于阳盛则阴病，阳盛则热，阳热盛易于损伤阴液；阴盛则阳病，阴盛则寒，阴寒盛易于损伤阳气。故在调整阴阳的偏盛时，注意有无相应的阴或阳偏衰的情况存在。若阴或阳偏盛而其相对的一方并没有构成虚损时，即可采用损其有余的方法；若其相对一方偏衰时，则当兼顾其不足，配合以扶阳或益阴之法。阳盛则热属实热症，宜用寒凉药以治其阳，治热以寒，即热者寒之。阴盛则寒属寒实症，用温热药以治其阴，治寒以热，即寒者热之。阴二者均为实症，所以称这种治疗原则为损其有余，即实则泻之。阴阳偏衰的原则。阴阳偏衰，即阴或阳的虚损不足，或为阴虚，或为阳虚。阴虚不能治阳而致阳亢者，属虚热症，一般不能用寒凉药直折其热，需用壮水之主，以治阳光，
素问的方法，即用滋阴壮水之法，以抑制阳亢火盛。内经称这种治疗原则为阳病治阴。阳虚不能治阴而造成阴盛者，属虚寒症，不宜用辛温发散药以散阴寒，需用益火之源，以消阴翳的方法，即用扶阳益火之法，以消退阴盛。内经称这种治疗原则为阴病治阳。对阴阳偏衰的治疗，张景岳根据阴阳互根的原理，提出了阴中求阳、阳中求阴的治疗。景岳全书：善补阳者，必于阴中求阳，则阳的阴助而生化无穷；善补阴者，必于阳中求阴，则阴的阳生而泉源不竭。即是指在用补阳药时，须兼用补阴药；在用补阴药时，须加用补阳药，以发挥其互根互用的生化作用。总之，泻其有余，补其不足。阳盛者泻热，阴盛者驱寒，阳虚者扶阳，阴虚者补阴，以使阴阳偏盛偏衰的异常现象复归于平衡协调的正常状态。2. 归纳药物的性能。药物的性能，一般的说，主要依其气、性、味和升降浮沉来决定，而药物的气、味和升降浮沉又皆可用阴阳来归纳说明。药性主要是寒热温凉4种药性，又称四气，其中寒凉属阴，凉次于寒；温热属阳，次于热。能减轻或消除热症的药物，一般属于寒性或凉性；反之，能减轻或消除寒症的药物，一般属于温性或热性。五味就是辛甘酸苦咸5种味，有些药物具有淡味或涩味，所以实际上不止5种，但是习惯上仍然称为五味。其中辛甘淡属阳，酸苦咸属阴。升降浮沉，升是上升，降是下降，浮味浮散，沉为重镇等作用，大抵具有升阳发表、驱风散寒、涌吐、开窍等功效的药物，多上行向外，其性升浮者为阳，而具有泻下、清热、利尿、重镇安神、潜阳息风、消导积滞、降逆、收敛等功效的药物，多下行向内，其性沉降者为阴。